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钣金的设计入门篇。那钣金呢，我们一般都会想象它是汽车的外壳，没有错，汽车外壳呢是属于钣金的其中一环。那这里呢，我们在进入设计的入门篇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钣金是什么样的工业制成。因为我们如果能了解制成呢，我们接下来才有办法去设计一个真正符合我们有办法制作出来的一个设计图以及一个外形。那这边呢，先给大家看一段动画来复习一下钣金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制成咯。我们看过动画之后，大概有一个概念。那这里呢，其实简单一点，我们可以把钣金呢想象成它是一个铁板材的工业。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我们在折纸一样。它就是一块板，然后呢，它可能有厚度有大有小，然后把它折成我们想要的形状。这是我们一般在入门的时候比较常看到的形式。那这边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等一下呢，会来讲解一下其他的细节咯。钣金的设计呢，我们一般最常听到的呢，或是你在查资讯的时候，都会看到钣金工程图、钣金展开图。那这边大家可能在听到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呢，往往就会退了一大步，因为觉得它非常的艰深。那这边呢，我先来介绍一下钣金展开图。那示意就是像画面上这样子。一般钣金展开图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在制成的第一关。因为第一关呢，我们需要的是做下料的动作。那这边给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下料。下料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一个素材，我们一般钣金呢，它是一个大钢卷，钢卷我们把它裁切成一定长度。在做整平之后，它就是一整张，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整张非常大的纸。那这张非常大的纸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我们想要的外形。那这里一般我们的钣金展开图呢，通常不会由我们设计人员去做的。钣金展开图呢，一般都是我们是透过我们设计者提供了一个我们最终的尺寸，然后钣金厂呢，借由我们最终的尺寸把它转换成展开图。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就是把这个铁板呢剪成这个形状，然后呢再做下一个制成。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做下料。那下料的话，我们在做入门的时候是使用雷射切割会比较多的。因为钣金里面呢，有分为有模具的，或是没有模具的。那一般我们入门的话会做没有模具的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如果有模具的话，通常都是要有一定的经验以及说一定的量，我们才会动到模具。那以现今呢，是一个少量多样的一个工业的一个环境。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会以雷射切割居多。那部分有一些会用火焰切割。因为有一些板呢太厚，雷射切割是切不到那么厚，也会用到这部分。那这边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展开它的形式。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钣金的工程图。那这边各位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把它想象跟我们一般所做的加工的图面是一样的。我们画面上看到，我们先看上半部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要的形状是什么，尺寸是多少，我们把它标注上去。那通常我们在做钣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你不是对称性的时候呢，因为它下一个制程有可能是做折弯，那折弯它有方向性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折错边的问题。通常折错边之后呢，如果还能救的话，你就是多钻孔。那如果呢你的偏差比较大，没办法救的话，等于这一个要报废掉。所以
我们通常如果你有方向性而且是重要的，我们一般呢会建议你在图面上要标注一下。那这边在制作的人他看到你有标注说有方向性，他在折弯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一下要哪一面朝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钣金在标注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两种，一种是包内，一种是包外。什么是包内包外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包外。包外的意思就是钣金的外部这里，我们来看画面上示意的。假设这是一个2T， 2.0T 的，包外就是标注外面29，然后这里高度包外是17。那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钣金设计呢，你在同一个材料呢，你不能有两个厚度。你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同一张纸，你这张纸就是同样的厚度，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包内，包内就是我们跟刚刚这边是相反过来，就是标注内部的尺寸，像这样子，包内就变成25，这边就是17。那这里有一些简易的标注法给大家来做个参考。那这里我们如果在标注画一个形状，它这里就是一个 U 字形，然后呢，如果是尺寸是在里面呢，代表它是包内，像这里是包内，然后2T，代表它长度是50。那通常我们有这种标注法的时候，都是我们钣金呢，它是属于比较简单形式的，没有孔只是简单的 U 或是 L，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标注。那如果是以复杂的话，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表示，就会建议你还是出工程图，会比较合适的。好，那像这里呢，它是属于包外的，像这里17、29、17，那2T， 然后一样是50长的，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展开图以及说，钣金的工程图是什么样，那各位了解一下呢，等一下我们就来进入怎么样去入门设计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直接进入怎么样设计钣金入门的主题。那首先一开始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用多厚的板材。以及说厚度跟我们其他的孔位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里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决定我们的板要多厚。所以我们在钣金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你在同一个材料呢，你绝对没有两个厚度的。你这一个是2T， 它就是2T， 这里3T 是3T， 等等的以此类推，不会有同一个平面它有两种厚度。那这边各位要注意一下。好，那这里我们刚前面有介绍到下料，那下料的话，因为是以入门的话，我们今天会主要以雷射切割来做主要的说明。所以雷射切割呢，我们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雷射光束打在这个钣金上面，它反走过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部分把它割掉。所以其实雷射切割的制程是非常快的。那这边各位可能会好奇说，那为什么雷射切割那么快，但是我们往往呢在等待钣金厂制作的时候却会那么久呢？其实呢，因为在生产排程它雷射切割它是属于第一道制程，其实后面还有其他的，我们就要看我们设计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单纯平板那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但是也要取决于你的厚度，板材厚度是不是比较特殊的，是不是常用的？如果你的板材的厚度是比较特殊，业界比较少用，那你光等材料的时间可能要非常久，要去调货。那调完货之后，有可能这个厚度只有你在用，那可能要等非常久。因为我们还需要排队，我们通常同样的厚度会全部排在一起做雷射切割。所以同一次的雷射切割可能会割好几家厂商的东西，所以这样子呢才会发现说，我们在第一道工序可能就要这一些前置作业，导致说我们拿到样品的时间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的。好，那再来回归主题，我们要知道的是，板材的孔大小呢，我们该怎么去设计？我们一般呢，这边会给大家建议说，我们以板的厚度来做参考。假设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它是一个假设是一个1T 的或是2T 的，那这里呢，我们的孔最小孔径呢，就会建议跟我们的板厚呢是相近的。最小，假设这个厚度是2T， 最小呢，你的孔不要小于2T。因为这样有可能雷射切割呢是割不出来的，或者是它割出来之后，这个孔可能是不能用的，可能是变形的。那这边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相对的呢，假设今天这个厚度呢它是5T 的，然后这个孔呢你是3.3，那这里呢钣金厂就会跟你说我们这个3.3是做不出来的那这边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那这个部分如果假设你还真的需要用3.3的孔，我们可能用别的方式可能请钣金厂雷射切割完之后，我们再自行钻孔那这边有些设计可能没办法要用这种方式克服，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你孔能大一点当然是最好的。那最小呢，最少不要小于我们的板厚，这样子呢，制程上第一个会比较漂亮，再来呢，也比较顺利的可以把它割出来。这边以此类推，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我们要注意是越厚的板材它割出来那种割越小孔是越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板厚以及孔径。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等一下后面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钣金的折弯。那一般钣金折弯呢，我们都是用折床把它折出来。当然部分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会用模具去成型。那这边今天最主要呢是以折床呢来跟大家做说明。所以在折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钣金的折弯一定会有一个 R 角。那这个 R 角呢，可能它很小，也有可能它很大。那我们跟板厚也有关系。当然越厚的板呢，它的 R 角会越大。那这一部分呢，也跟我们的钣金厂的折床呢，它的模具有关系。我们看那个刀呢，它的 R 角是多大的。所以这个折弯的半径呢，是没有一定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做参考。一般我们内径的 R 角呢，通常会跟我们的板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来做一个绘制的示意。那当然不一定，它可能会更小。但是我们以这个基础呢来做参考是这样是比较好的。那这里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折弯的一个长度。我们来看一下钣金折弯呢，它有长度的限制。越短呢，如果是太短的话，有可能会折不出来。像画面上这里右边这里呢是比较短的，这一部分就有可能会折不出来。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设计呢？那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很短的时候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一般我们在折弯的时候呢，这个钣金最短的折弯边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你的板厚乘以3，就等于它的最小能折弯的一个长边。那这边呢，是以包内的方式。假设你这里是 1.6T 的，那我们就是从包内径内部的地方量到我们最高的地方，这里 4.8， 那就是它3倍的一个板厚的高度。那当然这个也只是个参考值，我们呢基本上不要设计太刚好3倍。那有时候其实钣金厂会回馈你说太短了，没办法折所以尽可能的话会像左边这里你能高就尽量高，做个5倍6倍那种不要太短。如果你的设计可以不要那么短，就尽量不要那么短，这样在制程上会比较简单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边呢其他的以此类推给大家做个参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的设计尽可能的不要太短因为太短的话呢在折弯的时候会比较有问题的。那再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折弯呢就会有变形的问题。那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第一种，我们如果呢有一个孔，它刚好呢是在我们折弯的边上那这边各位要注意一下，我们在绘图的时候是非常完美的，你画一个正圆，它就是一个正圆但是你刚好在这个折边处或是非常靠近的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制程我们拿到样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孔是变形的，它不是一个正圆，它可能是变成一个椭圆形或是一个不规则的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如果设计这个圆呢，你有什么用途？假设你只是要穿一个假设是一个电线，或是你只是要把螺丝穿过去，那这个孔变形可能没关系，你可以孔大一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要装配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这样的设计到底可不可以呢？那这边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以及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做的一些孔呢，它离这个折边非常靠近所以它折弯之后，其实这个地方呢会有挤压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面不是平整的，这边会凸出来
那是因为你的破孔处呢离这个折边太靠近了。那这边也给大家做个参考，你尽可能都离它远一点。这边呢，最少你要是你的孔的1倍。那这边还是建议说不要那么刚好。假设你这边呢是10 mm， 那你最少要离这边我会比较建议用 1.5 倍会比较好。当然呢越大是越好，那这边才比较不会有问题，强度比较好以外也比较不容易变形。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你可能有一种破孔是破这个形式的那刚好这边跟这边都有破掉，然后也是在这个折弯处。那有时候你会发现说钣金厂可能就直接帮你这里割了2条线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折的时候呢，这个面比较会漂亮一点，比较不会有变形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你可能拿到一些样品，有一些折弯处呢，会发现钣金厂已经直接帮你割出这个线了就代表说它可能已经有预测到这个地方会变形，所以事先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折弯变形，以及说我们在折的时候我们的长度要怎么去设计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钣金的焊接。那一般呢，我们如果运用了钣金的焊接，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钣金呢，它的变化就变得更多了。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做折弯的时候呢，有些形状是折不出来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折床会有一些限制你可能没有办法折出有一些部分的角度因为它会有干涉等等的，或是说它的形状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就要用到焊接来做克服。那这里呢，焊接来简单的介绍几种，让大家认识一下。第一种呢，是电焊。电焊的话，一般就会有一个焊条，然后焊条做通电，然后起弧之后呢，来达到焊接的动作。所以我们从它的焊道呢，大致上可以看出来。一般我们的电焊呢，台语叫做爬点箍。所以我们在焊的时候，我们从焊道会发现，焊完之后，它会有一层黑黑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旁边可能会放一些铁锤呢，要把这些黑黑的焊道的地方敲掉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动作，代表它是在做电焊的这个制程。再来呢是 CO2 焊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焊接方式通常呢我们可以用人工去做焊接，那很多呢是搭配机械手臂因为呢它会有一个自动送料的系统所以在焊接的时候呢速度是比较快的那搭配机械手臂的话呢整个制程都会快得非常多的那是最常见的一个焊接的方式。那再来第三种呢是氩焊。那氩焊呢在台语叫做阿鲁蹦。那这边呢在焊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气体所以其实呢是对人体是有害的那这边焊的时候呢，它这里的材料就会比较多有可能是不锈钢或是铝铜等等的，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会用阿鲁蹦来做一个焊接的动作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这里呢简单来讲几种我们可能钣金会用到的像画面上这样子，我们是一个盒子，那盒子的四边我们可以用折床折出来，可是折完之后呢，它旁边一定会有一个缝。那这个缝呢，如果说你要漂亮美观，或者是说里面要装水装容器，我不希望它有水或者是其他物质会漏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钣金的折弯，再怎么样它一定会有个缝，没有办法非常的贴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焊接。焊接的话，它就是把这边做出一个焊道，然后呢融在里面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地方填补起来当然你如果说要美观的话，一般在这个地方才会再做一个磨的动作把它磨得光滑那所以呢，我们一般如果焊加磨呢制程通常都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工序人工等等的都会需要一些成本在里面的以及说我们上面有一个盖子，你可能要让它是一体式的，那这边可能也要做一些焊接的动作。再来呢，假设你是一个 L 形状呢，但是因为强度不足，我们要做勒，那这个勒呢，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用折床用折的这个动作把它折出来。也许你可以在两边长耳朵
往上面折，但是呢，它跟本体也是分离的，好，没有在一起的话，它强度不会出来。好，这时候我们如果用焊接的话，就相当方便，我们直接在这边把它焊起来，那就是它变成一体式的，强度就会变得比较好。那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一般焊接都会预留一个空间给它。这边建议各位至少要5 mm 以上当然要看取决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焊接方式。如果是以 CO2 我们最常见的话，焊道通常至少要5 mm，那6 mm、7 mm 这种预留的话都 OK， 最少不要小于5 mm。当然还是建议各位不要抓那么刚好，你能多一点就尽量多一点，这样在焊接也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如果是以其他的焊接方式呢？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做一个研究。有一些可能像是电焊，你可能要留更多。它可能焊道会比较大一点，或是焊条比较粗的话，那这边可能会不够。那这边让大家去留意。好，那焊完之后，它就是一体的话呢，强度都出来。我们不要用太多材料，透过焊接，我们的材料成本会比较省，强度也比较好。那再来像是一个我们像是电视架，我们可能会用类似这种方式。我们先用雷射切割切出一个平板，然后再切出另外一个平板，然后做折弯之后变成一个 U 字形。那这个 U 呢，再跟平板做焊接的动作。那有时候可能没有留缝呢，是因为它这边可能有组装的问题。那你焊接可能要焊接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说焊完再磨平。那一般如果要焊完再磨平呢，我们都要做一个倒角，或是要留缝。我们要把焊道渗进这里面，让它们两个呢能够填补起来，这样子呢才不会有假焊的那种状况。因为焊接有时候假焊的意思就是它没有真正的把这两个材料融在一起，就是假的焊接，所以你可能稍微施一点力，或是用铁锤敲一下就断掉了，代表它是假焊。那这边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我们的焊接呢，我们就大致上介绍到这边因为它如果要深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边我们入门的话，先了解到这边就可以了。再来呢，要介绍的是钣金的公差。那这边呢，钣金的公差，我们一般在入门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把钣金的公差定得非常的细。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公差很小。其实我们在做钣金的时候呢，我们呢是要跳脱一点我们加工的公差的一些思维。因为钣金呢，它跟加工来比，加工呢，我们所指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床、铣床。它的公差是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所以往往呢，我们就是会没有办法跳脱这个框架的时候，所设计出来的常常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你的公差定得很小，设计完会来发现说，为什么钣金都没有办法做准呢？我的图面明明就是这样标注的啊。那这里呢，我们就是要反向思考，其实是因为制程就本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代表是我们的设计出了问题。好，那这边先给大家这个概念。再来呢，我们在做钣金的设计的时候，要有一个概念，我们的公差是直接在图面就画出来的，已经设计出来了，而不是呢我们在出工程图的时候才标注公差。这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钣金呢，我们如果是以雷射切割为范例，假设你这个孔你要大一点，你是 M10 的假设是螺丝要穿过去，那你就画刚好是10。那你可能钣金做回来之后发现这个10洞可能比较小。它可能 9.9 或是 9.8 等等的如果你是一个坏死的工件要穿过去的时候就卡住了，那你可能想说，可是我的图面有标注公差，它要大于10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呢？这是因为我们所提供的图面呢，它这里就是10，那10的话，雷射切割10就是照10把它切出来，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去设定这个公差的。所以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这里呢，我们刚刚有讲了，我们要把公差直接设计出来。如果你要比10大，那你就直接画比10大的孔。假设你要 10.2， 你就画 10.2， 10.5 就画 10.5， 就不要再画10了。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图面，各位会更清楚一点。
那上面这是一个错误示范。这里就刚所介绍的方式。假设你这个10呢是你的标准，但是你要比它大。那这边你要大个10条、15条。你要这样做。代表说我的孔呢一定要比10还要大。所以这时候呢错误的示范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用标注的话，其实钣金在雷射切割的时候，如果他有注意到，他会直接帮你改图。那一般都是不太会去改它，都是直接你给我10，我就割10给你。那这边要注意一下。以及说你可能标注了一些公差，那这边因为它不一定做出来是你要的，有可能钣金尤其是在折弯的时候它可能偏差个50条都有可能所以你如果标注太细的话它可能也是做不到的。再来你可能有一些角度的要求那其实我们一般钣金在做标注的时候是很少会有标注说要定公差一般都是像这样子给它一个尺寸所以我们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到钣金它有偏差误差有偏差个50条，其实都是还好还可以接受的因为钣金它本来误差就会比较大一点甚至于说角度的话也不一定会定得这么细0.02其实是基本上是要做出来是不容易的那除非说有特殊的制程或特别去注意它所以一般我们不太会去标注这么细的如果是以正负 0.5 度也许还做得出来，但是 0.02 度实在是太细了像这里还有标注说宽度公差那这边也许钣金厂有注意的话会帮你注意，但是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就可能直接做50给你，那你发现其实来之后并不是50，可能 49.9 放不进去，那这边我们就会比较困扰那这边来作为一个正确的示范，我们该怎么标注它呢这边有讲到你需要什么你就画出什么像如果你要比50还大，那倒不如我们就做 50.2甚至 50.5 都没有关系，如果说你的设计上是允许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在做钣金设计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注意到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就不太算是精密配合的就是一些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般配合可能是功能性的，那我们就要做一些设计的调整像这里如果你要穿孔的话10.5我们大一点，我们假设是坏10的螺丝，我们大个50条都 OK 的像这里我们折弯的时候呢通常不太会去给它设定公差，假设你这个孔要非常准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我们可能要让钣金厂折弯之后回来，我们再用铣床来做加工，这样子你的孔才会是准的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公差的定义，以及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到什么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钣金的设计入门篇。那今天呢是以入门的角度来介绍给大家所以都是以雷射切割的下料呢来做示范跟说明。那我们刚有注意到钣后以及孔之间的一个关系，以及说折弯呢跟它折弯高度还有变形的问题而且呢还有钣金跟钣金之间呢焊接的方式以及它的变化性，以及说我们钣金做完之后呢它的尺寸公差的要求该怎么去定义它。那这些其实呢我们所讲解到的都是在图面上在电脑里面所以钣金的设计呢其实我们要配合的是实际的东西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做钣金的设计，然后出了图面，然后给厂商制作完之后呢，我们拿到实质的样品其实这是在钣金设计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设计然后出图，然后给钣金厂，然后中途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完之后，你拿到实际的样品，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设计是不是有符合的那这样子呢，我们的钣金设计呢是非常需要看到实际的东西因为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有一个连贯性的钣金设计如果只是单纯的在图面上呢是没有办法做钣金设计的因为这样子呢
非常多问题呢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设计完之后，而且真的制作出来，才是真正的钣金设计那当然这个钣金呢，它的延伸还有非常多像是有的是模具下料模、成型模，或是像我们车子有一些车门的那种钣金的设计，有一些曲面的那是都是算是比较进阶的那今天呢，主要入门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这几种，我们该怎么去入门设计它所以这边最重要的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钣金设计呢，我们一定要跟实际的东西来做搭配。你设计完之后，真正拿到东西，我们回过头来检讨，我们看看是不是跟我们设计的是符合的，才是真正的钣金设计。好，这样子呢，我们来做一个循环，好，那我们才能够达到正确的一个设计的制程。好，我们这样子呢，才不会跟实际上落差太多。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